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从来不求聪明的小豹，穷狼救援生存第11集。上期的话，咱们不是做了一下增产工具嘛，增加了一下我们矿物的产量啊。这期的话，我们就用那些增产的矿物做一些红钢锭出来，然后做一个红钢针。这个红钢锭的话，制作起来特别麻烦。我们想用这些红钢锭做成红钢针，需要用掉8个红钢锭，然后后面的格雷干锅什么的还需要用掉一些红钢锭啊。总共的话就是12个红钢锭。来介绍一下这个红钢锭到底有多麻烦吧。首先，每个红钢锭需要一个脆红钢锭加上一个黑钢锭。然后这个脆红钢锭需要用到黑钢锭、玫瑰金锭、黄铜锭还有钢锭。然后黑青铜锭的话，我们之前也讲过了，它需要用掉脆钢锭和生铁锭。然后脆钢锭需要用到钢锭、镍锭还有黑青铜锭。这个黑青铜锭又是单独烧的锭啊。然后呢，由于这个步骤比较麻烦，我在后期的话是花了一点时间整理一下表格。先不说需要多少材料啊，它这个一次一次烧了再烧，烧了再烧的步骤就特别麻烦。我在自己烧的时候是没有用到这个表格的，是东拼西凑起来的。要是用这个表格的话，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，但是现场计算实在是太麻烦了。然后我总结一下数据啊，这些锭什么的金属材料总共需要这么多，就往上取整就行了，比如16.56啊，就做个17个，这样子基本上够用了。而且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也用到，所以多做一点也是不亏的。中间在计算锭的单位的时候，要先放在计算器里面算一遍，最好是做成几百的单位啊，这样子不会有残留的单位在那个数据里面。建议的话是先把这些矿石放到这个碎石机里面，把它打成小的单位。打成小的单位之后放在计算器里面也好算一点，因为它每一个单位是10个单位就可以凑成100了，正好可以按比例来搭配，而且产量还是双倍的，就非常的爽。然后要做这么多的锭啊，我们又要敲东西又要烧东西，所以需要用到很多的木板还有木头，可以出去多花一点时间存个1箱子的木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做出焦炉啊，所以的话只能先用木头了。好的，我现在花了一点时间挖了一点点木头啊，然后的话把一些木头锯开，拿去当那个碎石机的燃料。还有一些的话则是把它做成原版的木头，拿到基础的焦炉里面做一些木炭出来。如果不按咱们前面那个图来制作的话，我们烧东西什么的非常浪费时间啊，而且会很乱。现在的话先烧一点生铁，然后因为是断断续续烧的材料，我们中间间接性的去种一下种子，然后喂一下动物。我们家现在种出来的小麦其实不是很多啊，暂时的话就先喂一下母牛好了，我们弄一点牛奶出来。繁殖牛的话，我们的小麦好像是完全不够的。我们后面的话需要做升级版的焦炉，不过这个焦炉需要用掉很多的耐火砖，正好趁我们烧制矿物的时间，我们先提前把这些耐火砖给烧出来，需要的量还是挺多的。我这里有3个陶瓷窑啊，都要烧好几次才行。制作陶土需要的石墨粉还有高磷石粉不一定要在手动的机器上打，这个碎石机上也是可以打的。总之这个碎石机啊，咱们尽量不要让它停下来，有空闲的地方就让它一直用着，不然它一停下来又要重新烧一遍蒸汽了，就很浪费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烧制之后，我们的耐火砖也收集完成了。不过这个焦炉任务啊，它还有第2页，第2页要把耐火砖合成方块，然后还需要再合成一个焦炉的核心啊。不过这个核心需要用到很多的杆子、钉子还有板，因为它的材料是黑钢锭，所以我们现在做有点亏。等我们做出格雷干锅之后，可以用模具直接做出那个杆子什么的，所以留到时候再做吧。所以的话，现在就是继续推主线了，先制作我们的红钢锭好了。制作这个红钢锭步骤真的非常麻烦啊，要先做很多的黑钢锭啊，然后在这个计算器上面计算一下，做出脆红钢锭，然后再和黑钢锭合成。这个收集材料的步骤总共要花掉3个小时左右啊，但如果是按照我前面那个表格来比较精确计算的话，可能可以节省一点时间，但实际上可能也节省不了太久啊。然后我们收集材料也到了最后的阶段，最后再把这些高碳的红钢锭给敲出来，把2个红钢锭焊接一下，焊接一个双重的红钢锭出来，再拿这个双重的红钢锭去制作红钢针。那么红钢针的任务完成，这个红钢针和蓝钢针我们只需要选一个制作就行了，把它提交一下。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格雷干锅了。那干锅的部分我们下期再制作吧。这里的话还可以领一个奖励啊，我领的是红钢剑，那个锯子的耐久够我们用很久啊，我前面的那个还用不完。好的，那这期的话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